他一个人来到这陌生的城市，我为了他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，我以为他会记得我的好，可是慢慢的我觉得自己只是个代替品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可是我爱他，所以我一直在忍耐，但他现在居然要跟我分手，反正我是不会跟他分手的。我真的以为他们好像对这个题材会拍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短片啊，我没想到是这么激烈的。一会儿你们了解了他们的背景，可能会跟我有同样一个感受。这个短片让我觉得反差太大了。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吧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沈25岁，来自浙江，是一名文员；女嘉宾小邱22岁，来自云南，也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在丽江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时你为什么去丽江？因为去丽江游玩嘛，然后游玩对，然后准备住那个客栈啊。他那时候刚好是客栈的前台，我感觉他人挺好，挺活泼的，就对他有点感觉。啊，你在客栈住了几天啊？那时候大概在丽江玩了大概有大半个月。当时他过来嘛，就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就带他到大理啊、丽江都玩了一会儿，所以说他就在那边住了那么长时间。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？单身啊？对，单身。怎么会在丽江玩那么久啊？就想出来散散心。发生了什么事要去散心？就前段时间跟那个前女友分手了。散心散来一个新女友是不是？啊，后来怎么了？女生干嘛在小片里那么凶？因为他旅游结束过来杭州嘛，我当时是就是心里面挺不愿意接受异地恋这种现实，但是就是那半个月你们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了是吗？对。所以我当时他过来杭州，我就在我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就到杭州过来找他嘛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会这种结果，他要跟我提分手嘛。你等于放弃了丽江的工作。对，跑到杭州去找他。我父母不同意，后来我就瞒着他们过来的。然后呢，现在结果就是他要跟我提分手嘛，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那你到了杭州之后又待了多久？他现在要分手？待了1年多吧。什么原因要分手啊？他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对我就疑神疑鬼的，感觉我在外面有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我感觉就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我当时过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对我很好，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，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就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跟他要了一条6000多块钱项链，他就死活不肯给我买。那时候你还在家里对吧？工作也没有，平时在家里都是我照顾你。平时我下班之后我就跟你说今天想吃什么，晚上回来给你做饭。然后有时在家里打扫卫生都是我做的，这样对你还不够好吗？6000块钱那时候咱们2个人就一份工作是吧？我有时候平时还在外面做过兼职，6000块钱对我来说就2个月的薪水。可是当时我也没说什么呀，那你让我发现了什么呢？结果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就那天他去上班了，我就在家里面收拾屋子，我在他床头柜里面发现了个盒子，里面是条 Tiffany 的项链，还是全新的。当时我就很高兴，我以为是他送给我的惊喜。那一定是送给你的了。但是结果不是送给我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把项链戴上，我跟他打个电话，我还很激动的，我跟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下班早点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外面吃个饭。”结果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我脖子上戴条项链，他立马就把脸色拉下去，就吼我，他说：“赶紧让我把项链扯了，说我没资格戴这条项链。”我满肚子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问他我为什么没资格戴这条项链，他跟我说因为这条项链是别人的。我在他心里面连别人都不如吗？那别人的项链你当然不能戴了，姑娘。后来他跟我说那条项链是他前女友的，他给他前女友能买一条3万多的项链，给我买条6000多，他就不高兴了吗？我拿在你心里面是不是连他5分之一都没有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那时候我还跟你不认识，然后前女友就是异地恋嘛，她去北京了，我打算挽回这段感情，就去买一条项链。然后那时候准备就寄到北京去嘛，他没接受，就把那个项链就寄回来了。我也没办法，就把那个项链放在那个床头柜，没想到给他发现了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有那么一条项链的存在呢？我后来不跟你说了吗？如果再把那条项链送给你，会怎么想？对像这种脾气，你肯定会跟我冲，对吧？非要等我知道了你才告诉我呢？不吵，你今天是来跟他和好的是吧？对。和好就不要那么凶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有点欠妥当，但是你后来呢，整理心情就去你杭州的朋友家，然后我就去你朋友家楼下等你，打你电话你也不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足足等多久？等了1个星期。那时候你还跟我说，他跟我说在楼下等1星期不工作啊？没有，就是下班之后就来。下班就去等啊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说，除非你给我跪下，我才愿意原谅你。最后不也没跪，我不也原谅你吗？你干嘛非要把这事拿出来说呢？我是没跪，但是你后来也跟我回去了，那你呢？在家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我跟你讲过很多次，
你有听进去吗？我疑神疑鬼，那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啊？你疑他什么神什么鬼？就他有些时候老爱莫名其妙的盯着我看，就觉得我长得像他前女友一样的。他看着我的时候就老走神，那种眼神很莫名其妙的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很不痛快。跟你说不是这样的，是你自己乱想好吧？哪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前女友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那这是在我多想你朋友那时你怎么说呀？你对你前女友不是心心念念的话，你朋友会在我面前提你前女友吗？还在我面前那么放肆？这事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主持人，说上回咱们那个我跟我朋友聚餐嘛，然后我就带他去了，去了之后我那个一个朋友哥们嘛，喝酒喝多之后他就喜欢说胡话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现在找那个女朋友怎么评论？那越来越差了。那时候他倒好，桌子一翻，二话不说就上去给人家一个大耳光，还在那边吵了起来，打了起来，我劝不住那时候。本来就是你朋友过分嘛，他说什么话他根本就不尊重我，我打他怎么了？你觉得你不过分吗？最后那个酒店老板他怎么做的？报了警好吧？你因为这件事骗我多少次啊？因为什么事啊？就因为我打他朋友这事。什么叫骗你多少次？就他从那次以后开始，他就老骗我说他要加班，他要应酬，然后呢每天都回来很晚，我当时也挺心疼他的。结果他那天喝醉了回来，我就看他手机，我发现他根本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去加班，而是跟他那个狐朋狗友去鬼混了。我不可能因为你跟我那些朋友都断绝来往关系吧？再说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点自由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你去的时候必须带上我，那你干嘛要骗我呢？带上你，吵架咱两回事好不好？你有必要凌晨1、2点掏出我手机一个一个打过去吗？还把他骂了一顿，还说你们这群狐朋狗友以后再也不要跟我联系了。这都是你。自从那次之后，对。自从那次之后，就是我朋友再也不约我了。他们怎么说我？你这妻管严。以后我哪有跟你喝酒？我就怕再被你家那个女人打。你把我尊严放哪里去了？你还要尊严？你还跟我提尊严啊？你因为这件事耿耿于怀，还把我最心爱的狗给弄丢了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他是在报复我。就那次我从丽江过来的时候，我不是带一只狗吗？就从小带到大的那只狗狗。然后呢，结果你说他你都不哭，你说狗你都快哭了。接着说啊。就前不久嘛，我去出差，然后呢。就当时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狗没在了。然后呢，我问他狗哪去了，他骗我，他跟我说狗在他老板家，他孩子喜欢那个狗嘛，就发现他老板家养，我就跟他说，那我好久没有见到了，我特别想狗狗嘛，我就让他去给我带回来，他支支吾吾半天不肯去，还跟我说太晚了不方便去，我跟他说那我自己去带，反正你老板家我也知道在哪里。结果他没办法，他就跟我说他把狗狗给弄丢了。啊，那也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都跟你说过不是故意的。那时候我打算瞒你几天，然后我在我们家楼下嘛贴了很多那个寻狗启事嘛。那你好意思跟大伙说说看那个狗到底怎么丢的吗？这丢狗。你不好意思说，那我帮你说好吧？就因为他前段时间也是在家里做菜，然后呢我在沙发上玩他手机，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有个微信小号，我就登上去了。我看到里面都是一群我平常不让他联系那狐朋狗友，还有个女的，我当时就点了他朋友圈看了，我就发现那女的抱着我家狗狗在拍照，而且时间还是我出差这段时间。然后呢，我就拿照片我问他这女的是谁，问了好半天他才告诉我这女的是他前女友。你干嘛要把前女友往家里带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时候他来杭州出差，然后我就以朋友的身份就是招呼了一下嘛，然后咱们喝了个下午茶，本来打算去吃个晚饭，就在咱们家楼下吃晚饭嘛。然后那时候狗狗没喂，你也跟我说狗狗不喂的话，平时会就在家里乱叫嘛，影响邻居。那时候他就一听，哎，狗狗哎，我也喜欢，他就上去了。然后他看到那个狗就特别喜欢嘛，他说，哎，你给我拍个照吧。我就想，不就拍个照嘛，拍了之后咱们就去楼下吃饭了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可能那个门没关好吧，狗它就跑出去了。那你不把前女往家里带就没这回事了，狗就不会丢。我替你想过好吗？那天我让它在家楼下等我。我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那你不嫌我也把它往家里带了吗？是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往家里领啊？姑娘，我问你，你更在乎的是狗狗丢了，还是他带了前女友去你家？他带了前女友去家里，就因为他把前女友带回去，狗狗才会丢的。天气那么冷，你让狗狗去哪住啊？好，哎呀，我问问啊，你这到了这个杭州，见过他父母没有啊？见过。去过。啊，怎么样？你父母对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？不是很喜欢我，就老板脸给我看。我妈就因为她，然后进了医院。你妈因为她进了医院？就是上个月初嘛，我本来就是她平时跟我妈关系不就特别好，家里人关系不是特别好，我为了缓解他们嘛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，今天我跟我女朋友回家吃饭，那时候我妈听得特别高兴，然后做了一大桌菜嘛，然后我们回去之后，刚坐下，她就又提那个狗的事儿，
还说哎你儿子最近在外面跟一群就狐朋狗乱混嘛，喝酒，还说哎你儿子还要跟那个前女友之前那个前女友复合。那时候我妈一听她就不高兴了，然后说了你几句，你呢筷子一扔，然后那包一拿甩门就走了，什么态度啊你？几句不行了。你最近做的事情，我让你妈妈知道还不满意了是吧？你妈妈本来对我就不满意，所以才会这样子的好吗？你平时回家吃饭你都怎样的？坐在沙发上就玩自己手机。那天我妈让你干嘛了？不让洗个菜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洗过菜，你让我怎么洗啊？对啊，平时你在我家，我跟你住的时候，我有让你做过家务吗？我有让你洗过菜吗？还不是我做的。那天我妈有让你洗菜吗？还最后不是让我自己洗的，有让你洗吗？你妈妈私底下打电话让你跟我分手，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我不知道。我当时主持人我跟你说，就因为他妈妈跟他打电话这件事，所以我就想打电话跟他妈妈缓解一下我跟他妈妈的关系。谁知道我一打电话过去，他妈妈你妈妈用什么语言？你尊重老人。你妈妈都不尊重我，凭什么要尊重她？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她有高血压好不好？你把她去医院，你好意思吗？那你妈跟我说什么？你要维护她吗？尊重她。什么叫尊重？你有维护她吗？你有事跟我说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气她？跟你说你也护着她，我跟你说有用吗？你真的太无理取闹了。什么叫我无理取闹？我有无理取闹吗？这件事本来我就没有错。好，你要再这样，我真没法跟你过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就怕对比。你们俩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1年前的丽江，一个颇有特色的客栈，来了一个可能带点胡须、满心沧桑，因为失恋而疗伤的男人，来了一个看起来挺温柔的服务员，后来他们成了一对儿。这服务员还放弃了丽江的生活，跑到杭州去私奔。谁能够想到，短短的10几个月之后，你们俩以这样一副面孔在这个地方出现了，所以我不由得就笑了出来。你觉得好笑吗？我觉得是很好笑啊。是吧？你看看，好笑吧？何必那么争吵呢？你觉得好笑吗？挺可笑的。好，女生，她要分手，一定不分，是吧？对。理由是？我大老远跑过来找他，就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我不可能会跟他分手的。当时是他要求你去的杭州，还是你自己要去的？我自己要去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异地恋嘛。哦，好吧，一定要跟他分手吗？对，他还不尊重我妈啊，然后连我那就是个人空间都不给我，平时在家里都老疑神疑鬼的，总觉得我在外面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是坚决要分手，是吧？是。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？是你还是他？我要来的。我就想要挽回他嘛。啊，让老师帮你是吧？对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太激烈了，我就在侧面看着呀，这女孩啊，凶啊，这男孩啊，也一点也不让。待会儿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跟前女友为什么分啊？因为异地恋嘛，然后他去那个北京了。是谁提出的分手？他说的。你的心是不是还在他身上？没有，那时候我跟他分手已经有半年了。你骗人！你去丽江是为什么？散心。对，散什么心呢？就散那颗在前女友身上的心吗？结果偶遇了她，很像前女友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前女友长得是不是有点像？有。所以啊，你在错误的时间，居然还遇到一个长得神似前女友的女孩。我们能不能险恶的想一想，当时你可能没有想跟她在一起，没有，只是在那个错误的时间看到一个貌似前女友。你问一下，他在杭州发现他风尘仆仆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样？然后回答一下涂老师的问题。那时候其实我去丽江就是为了散心，就忘掉那个前女友嘛。是的。直接回答我，你是在机场接的他吗？是。你看见他出来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心情？开心。开心？有惊喜吗？有。有惊吓吗？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是惊喜和惊吓并存吧。哎，对。在机场没有接到消息的时候，啊，你看我们之后几件事情哈，很严重的事情，就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点，或多或少都跟你前女友有关哦。你甚至于在看着她的时候，居然都能让对方看出来你是在想着前女友，那你是做了什么？那个项链，人家戴上了，你发现的第一时间是什么？什么反应？愤怒。说你原话是什么？你没有资格戴这个项链。
可见你前女友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。所以啊，女孩身上的确有种种不好，但是人就怕比较。我猜，你前女友在你父母的心目中还是蛮不错的。对，至少她那时候脾气没像行了，你说对就可以了吗？所以说，既然这么拧巴的一段恋情，何必要违心的做出那些自己不是真心的事儿呢？当然，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女孩促成的。女孩要来找你，你根本就没让她来。女孩一心在你身上，你的心根本就没在她身上。要不是女孩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迫你要跟你在一起，不能分手，早分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要欺骗自己了，不喜欢她，或者说曾经可能喜欢，后来不喜欢了，可以分手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切勿把她身上安上更多的罪名。很多事情的确是你做的不对，女孩很敏感，心如果不在她身上，她就会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她做出很多我们看起来很过激的事情，但是很可能一部分诱因是在你身上。所以女孩就是一场错误的相识嘛，你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，又何必这么执着呢？害的就是自己啊！咱们怎么这么没有骨气、没有志气？人家没叫你来，就3个月，就认识那么几天，就要跑过来去找他，你有没有点尊严？你如果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成一回事的话，别人怎么能把你当成一回事呢？你就真离不开他吗？一定不是，只不过你觉得你看错了人，辜负了自己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痴情。没关系，摔倒了可以爬起来，但咱不能一错再错。本来就是一个交叉点而已，那个点就在丽江。我觉得交叉点之后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方向的。既然不在一个轨道上，就不要强拧在一起，好吗？强拧的瓜不甜，祈求来的爱情一定不甜的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首先，我想先分析一下这个姑娘的攻击力为什么会这么强。攻击力这么强，对，因为大伙儿都能感受到了。这个姑娘，你有意识到你自己的性格很极端吗？我以前不这样的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对，但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这样的。你看你做的很多的事情，其实都是很极端的行为。为什么？对，你能义无反顾的在他认识10几天之内去找他，就证明你现在的攻击力在那阵是一种激情。就当你的这股能量运用到正面上的时候，你很吸引这个男孩子，因为他当时很落魄、很伤心，突然之间有一个红颜走到他这里，给他以关心，给他以安抚。有一种感情叫救生圈式的爱情，他在感情中溺水了，而这个时候你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，甭说是救生圈，有根稻草他可能都抓，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一天会上岸的。他上岸之后，谁还愿意带着救生圈去逛马路啊？你看他这小伙子，按理说他自己说的也很委屈，你出去住了1个星期，然后他能在门口等你1个星期，在内心中其实他并不认同你，但他为什么要去做呢？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对你的一种弥补，他知道你们这段感情本来应该是戛然而止，不应该继续，但是你来了，义无反顾的来了，他就会觉得对不住你，我一个男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们2个人，我个人觉得真的就应该终止在丽江。咱假如说，如果他的父母在电视机前看着，就你的这种态度，他父母很难接受你。而且我觉得，你看你口口声声要挽留他，但是你的这种攻击力超强，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希望你自省一下，就是你的这个攻击力，有的时候反而伤到对方，又伤到了自己，好吗？好的。我现在最害怕的是你，如果再次带着悲伤回到丽江，会不会出现下一个故事？不会。你知道你们俩之间的对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吗？你的所有的潜台词和所有的义愤填膺都说了一句潜台词：我哪里不如他？他也只说了一句潜台词：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你觉得呢？其实这句话真的很残忍。你所有的举止都在说，包括你今天的穿着，也是刻意打扮了。你尝试着从各个角度、气质、外貌、勇气，都想告诉男性我哪儿不如他。我长得也算漂亮，我从千里之外，那是真正的千里之外，从云南到杭州，从西到东。我这么要有勇气来找你，
我有勇气有外貌，我哪儿不如他？但很可惜，男生一次又一次的，根本对你毫不退让的这样的一种作战精神，在告诉你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但为什么会你哪儿都不如他？两个女人放在一块儿，一定是各有各的优秀。只有2点原因：第一，他还真爱着前女友；第二，在前女友对他的态度和你对他的态度相比起来，说难听一点，你贱了点。你看前女友一人剩下的痛苦让你们2个人来承担，如果此时此刻他在台下看着，我不知道他心里会作何滋味。如果他稍微有点善良，他会觉得这个傻小子为什么因为对我的爱而生的恨，结果造了这样的孽。但如果他不善良，他就会想，我是如此有魅力，你们之间居然会因为我而吵成这样。如果当他听到自己的前男友说你没有资格戴这个项链的时候，他心里另外一句话会油然而生，当然我不戴也没有人配戴它。太残忍了，我越说我自己都觉得越残忍，就是把一个人就是人格降到这种地步。就让你细细的你去分析一下他所作所为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是本能的反应，你有什么资格戴它？这是我心中的纯洁之物，他不戴，你也没有资格戴。所以有些事情把它剥得鲜血淋漓的时候，你恰恰会认为，其实不爱就是很残忍的，不爱就是不爱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爱情是一门精美的科学，说几秒就几秒，说不爱就不爱。但是偏偏有的时候我们要自欺欺人，原本以为疗伤，却碰上一个善良的姑娘，由此发生了一段所谓的姻缘。本来这就是个错误。我相信在丽江的那段时间，当你和她发生亲密关系之后，你内心自然而然已经有了愧疚，这种愧疚是恨自己，也可能是觉得愧对前女友，虽然已经分了手。而当接到他会来到杭州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内心也是忐忑的。但是，一颗疗伤的药丸从丽江飞奔到杭州，对于自己来说，还是有些许的存在感。
一定要想清楚，喜欢谁就是喜欢谁，装是装不来的，好吧？好聚好散，而且今天穿的都是红色，很喜庆。3个字儿，不欺骗，不欺骗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其实已经意识到怎么回事了，对吧？你也是不欺骗。人有的时候就是老欺骗自己，其实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了，偏偏要跟结果较劲。啊，如果我要那样，怎么可能，姑娘？回去吧，踏踏实实的回家吧，没什么。生活刚开始，而且还谈了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也算长见识了，是吧？差不多吧。啊，至少学会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今天老师讲了那么多道理，你觉得哪个道理最好？涂磊老师说的，就以后不会那么冲动的跟一个人在一起了，也不会这么冲动为了任何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方了。剩下你们就好好的利用这短暂的60秒吧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男生心里应该最清楚。女生，顺其自然吧，好吗？好。啊，来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其实真的是很用心的爱过你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心里面还始终放不下你前女友。我今天来真的只是想挽回你，因为我觉得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，而且我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也比较了解，我不想再重新开始另外一段感情，让自己再受一次伤，所以我真的用心的爱过你。其实我去丽江玩的时候是想放下前女友的，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因为前女友，真的。在生活中你也知道我对你很好，你在家里的时候我从来不让你做家务，你没钱我也没让你急着出去赚钱，但是你真的一点都不尊重我妈妈，她身体也特别不好。请亮灯。对你母亲不好是吧？以后改了还有机会吗？看她改吧。啊，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请关门。这故事要是另外一个版本，大家就觉得特好哈。邂逅了，在一起了，一辈子了，变成一个特美的爱情故事。但是生活大抵都是这么残忍的，这种情况更多一些。那么针对这一对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